今天快乐地图要和大家分享3个非常有趣又有意义的感恩练习活动。在学校，老师也可以鼓励孩子来制作感恩石和感恩罐，这样子可以让孩子练习感恩，同时呢，也可以为你的班上带来很好的感恩文化。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做一个好玩的感恩活动吧。快乐地图创造幸福，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essie， 欢迎收看快乐地图。我们在上集聊过，发自内心的感恩能创造幸福，但是感恩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内化成为日常的习惯。今天快乐地图要和大家分享3个非常有趣又有意义的感恩练习活动。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快乐地图频道，不要忘了按下方的小铃铛哦。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做一个好玩的感恩活动吧。第一个活动我们要做的是感恩树。在感恩日记里面，感恩树是我们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你可以在日记里面直接把树叶画在树上，然后写下你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来表达你的感恩。但是今天呢，我要和大家示范的是制作一个更大的感恩树。这个感恩树呢，你可以放在墙上，可以随时提醒自己要感恩之外，同时可以看你的感恩树越来越茂盛。所以这是不是非常有趣呢？好，首先你要去文具店买一个像这样子大的海报纸，我的大概是40乘55公分，你可以买咖啡色的粉彩纸来剪贴，或是自己画。那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感恩树，这个是我用剪贴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我是用3种不同绿色的粉彩纸来做的叶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层次感，比较好看。叶子的大小呢，最好是你写的内容要能够阅读为主，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我自己是用一个模板把它剪好，然后套用，所以这样子你看到的叶子都是一样大小的。最好多剪一些，这样你随时有碰到想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写，然后把它贴在树上。我这里举3个范例跟大家分享哦。像我们上次有提过，我们的感恩可以针对人事物，比如说第一个，我这边就有写说，我很感谢订阅和观赏快乐地图的朋友们，这就是感谢人。第二个是我很感谢我学到一个让我快乐的生活哲理，就是我们要每天在生活里加蜜而不是醋，这就感谢事。第3个，我很感谢在很寒冷的天气里面可以喝到一杯热乎乎的姜母茶，这就是感谢物。当你越常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感恩树会越来越茂密，那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快乐。在学校呢，老师们也可以跟全班的同学在教室或是在外面的墙壁上制作一个感恩树，大家每天写一件让你觉得值得感恩的事，贴在树上，这样子就可以打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学习环境。接下来我们第2个活动是要做感恩石。大家看到这边有很多色彩缤纷的感恩石，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疗愈啊？感恩石的作用有3个。第一个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感恩石可以提醒你要懂得感恩，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还有周遭关心、鼓励和帮助你的人。第2个呢，就是当你要送礼物或感谢卡时，你可以把感恩石一起送给对方。第3呢，就是把感恩石放在社区的公园或是花园里，把感恩的快乐散播给别人。如果你有更棒的方法来使用感恩石，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制作感恩石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同时制作好几个保存起来使用。那我们需要哪些材料呢？第一个是石头，我自己比较喜欢扁平状的石头，因为它贴上爱心会比较好看。那你要先把石头洗干净、晾干使用。第2是白色亚克力颜料，因为我们待会要把爱心贴在石头上，
如果用白色先打上底色的话，就会比较显色。但是你也可以直接把爱心贴在石头上，不需要用颜料也没有关系。第三个是彩色纸，这个是用来包装礼物的非常薄的棉纸，我们要把它拿来剪爱心。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自己跟别人都会感受到这个爱、感动和快乐，所以我们就是用一颗心来代表感恩的心。但是你也不一定要用红色，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用红色比较像是爱心的颜色。但是如果你有觉得你想要送的人呢，他有喜欢别的颜色，像是蓝色，你也可以用蓝色，所以没有限定。你如果想把剪爱心两边比较匀称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先把这个纸呢折成一半，然后在一边呢画上爱心，然后再来剪。现在来剪一颗爱心哦，这样子一半剪下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爱心就比较是匀称的爱心。你也可以同时剪好几颗爱心，就是把几张纸叠在一起，大概3到5张可以，不要太厚也不行。这样子你就可以同时有好几颗爱心。第4个是亮面彩绘胶，大家可以在网络商店买得到，它可以把这个爱心跟石头能够密合在一起。而且它具有防水的作用，你放在户外也不怕爱心会脱落。另外就是它带有光泽，所以让你的感恩石会看起来更好看。其他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剪刀、水彩笔、油漆刷和放颜料跟彩绘胶的盘子。我这边特别说一下，这个油漆刷子我是用海绵的，我觉得用起来比较顺手。这个是我用来刷彩绘胶的。如果你想要上底色的话，你就可以先用水彩笔涂上白色的亚克力颜料，然后等它干之后再换面。之后呢，这个是已经都涂好底色的石头，接着我们就是把这个爱心把它放在石头上的中央，然后呢涂上这个彩绘胶。涂的时候要注意，要轻轻的涂，这样子这个纸，因为这个纸很薄，你如果涂太用力的话，它就会皱起来。所以我们要轻轻的涂，涂满之后，这边涂满之后，我们就让它干。它干了之后呢，我们再涂另外一边，也是全部涂，这样子我们整颗感恩石就会有防水的作用。最后的成品呢，就是会像这样子，是不是非常漂亮啊？这你就可以拿来送人了。好，第3个活动我们要来制作感恩罐。你可以为自己、家人、朋友或是老师制作感恩罐。感恩罐的作用有2个，第一个是给自己的感恩罐，就是当你碰到你值得感恩的事的时候，你把它写在纸条上，然后放进感恩罐里面。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把感恩罐拿出来看里面的内容，这样子可以激励你自己，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送给别人感恩罐，你可以把别人为你做的值得感恩的事情写在你的纸条里面，然后放到感恩罐，等你收集满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感恩罐当礼物送给对方。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收到的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和感到窝心。我这里有2个已经制作好的感恩罐，一个是我要送给别人的，一个是给我自己的。那我们就来学怎么样制作感恩罐吧。首先你要准备一个带盖子的罐子，可以是玻璃的或是塑胶的也可以。然后你要有一个统一格式的纸或是便利贴。那我自己用的是像这个便利贴因为它的大小一样，你放到罐子里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看。或是你也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像这样子的纸条来写。
再来呢，你可以就是要更有创意的话，你可以使用很多其他的材料，像我这边就是有缎带，或是你也可以用一些亮片，或是珠珠，或是一些亮片胶，是发挥你的创意。贴纸也可以，我这里也有贴纸哦，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来制作你的感恩罐。在学校，老师也可以鼓励孩子来制作感恩石和感恩罐，这样子可以让孩子练习感恩，同时呢，也可以为你的班上带来很好的感恩文化。今天我们示范了3个感恩活动，大家是不是觉得正能量满满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主题，别忘了给我按赞哦。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回见，拜拜。